各位，那真是見過不要臉的，你沒見過賴清德這麼不要臉的。這兩天有一個事兒，大伙知道吧？就是日本和菲律賓他們呢，這個在日本兩國的這可以說是頭見面的時候吧，他們說他們要對日本和菲律賓的所謂的經濟領海劃界，但是呢，他們這個所謂的領海，中國沒有承認過呀，而且呢，這裡邊還包括台灣的領海啊，台灣的這個專屬經濟區啊，他們倆就談了，把中國和台灣島全給扔一邊去了，這是看不起誰呢？哎，你說這個台灣島的賴清德竟然說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他把台灣的這個領海專屬經濟區給賣了，連台灣人都看不下去了，說沒見過這麼賤的人呢。這個菲律賓是不作不死啊，這是一步步的逼着中國揍他。那有人说中國不敢揍，那你怎麼辦呢？這位菲律賓防長多次發表涉華謬論，你剛才提到他的有關最新表態，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顧非民生福祉，完全沒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個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問題搞政治作秀，嚴重損害中菲關係和雙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應當認真反思，如果放任這樣的人為所欲為，中方如何繼續向菲提供物資和援助？最終買單的是誰？損害的又是誰的利益？菲方領導人多次表態，願同中方妥處分歧，推動雙邊關係緩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嚴格約束官員言行，不要任由個別跳梁小丑一再破壞雙方穩定關係的努力。中國不敢揍，但是中國敢罵呀。台灣的記者問賴清德：謝謝各位。如果日本跟菲律賓來談判經濟海域，會給予漁民協助嗎？中國的海警船已經派到了台灣東部的這個專屬經濟區去巡航去了，賴清德一句話也不敢說啊。這個因為賴清德是日本的龜孫子嘛。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是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責任。民進黨當局為了謀求政治私利，不惜出賣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數典忘祖，毫無底線。這再次暴露出台獨勢力已經完全喪失民族立場，淪為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唾棄和歷史的清算。我覺得日本跟菲律賓不會理你的，不會理台灣，不會理你的。中國大陸是直接就把它當作這個海巡執法嘛。我們台灣在抗議是在抗議中國大陸執法，你知道吧？我知道啊，就是他不是在對準中。然後他就說日本跟菲律賓那個還沒有劃界啦，所以還不是已經完成劃界的行為。所以我們已經把訴求講出來了，他希望能夠考慮台灣的立場，就這樣。對啊，那他在罵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是直接用行動表達，中國大陸直接就把海警開進來了，而且還要把那個台灣東部海域執法巡查要例行化哦。對啊，這很嚴重哎。我也不知道那個管碧玲能幹嘛，這個非常嚴重啊！因為你要知道，以前是金馬那一邊啊，那邊是你很容易進入大陸的水域啊，是，所以他就反過來不承認你的水域嘛，
可是大陸的海警船本來就在金馬那個沿線那一邊啊，這個是完全是新創哦。就是他如果對台灣的東海岸啊，未來他如果海警船是厲行執法啊，是不是他因為台獨不敢搞了，所以這樣也叫台獨，是不是？是不是這個想法？我配合日本、菲律賓來讓你中國大陸生氣啊，這樣也是一種台獨，是不是？哎呦，我的意思說，賴清德會不會把這個當做一種台獨啊？所以我們不能夠做，我們如果做太大的動作，那不跟中國大陸一樣。我認為他真正的想法可能是這樣啊，你去想一想啊，連八田與一這麼小的一個水利工程師，還每年都要去拜，這個是主權行為，賴清德怎麼敢惹日本啊？然後那個木原稔還說日本有完全的根據。對啊，台灣怎麼敢跟他吵啊？他話都講到這個程度了，你從這裡就看出賴清德的立場嘛。中國大陸今天用語非常強烈啊，說這個是徹首徹尾的民族敗類。我坦白講，以前還沒聽過這麼難聽的話。所以是做過頭了啦，這個台灣沒事，日本來挑事，你還以為寄望台灣有事，日本會進來啊？可笑了，這看出這個政府的可笑了。他覺得他早上講話講過頭了，早上還肯定呢，那下午趕快改口。務必考量，所以務必考量還是改過的，早上是肯定啊，你知道吧？他肯定什麼？你知道？肯定日菲用和平的方式討論劃界問題。那對比中國大陸用海警執法，中國大陸要捍衛的主權跟我們一樣，對啊，說這個是賴清德的。不，當然了，當然就不是真的傳統外交出身的，跟我們无關。是，这丟臉丟死，這難以想象啊。對，亮哥剛才點到一個觀點了哈，很重要哈，因為中國大陸這麼做呢，其實在維護哈，這個應有的權益啊。那台灣這邊不出聲的話，反而是罵大陸，您覺得有道理嗎？咱的海位弄地區啊，綠島這個位置這裡啊。漁民的心聲，希望政府可以聽見，因為日本和菲律賓兩國聯手宣布決定啟動專屬經濟區 EEZ 和大陸交層海洋邊界談判。現在那個位置呢，也是我們黑尾捕撈的一個位置，跟我們鬼頭刀。其實，在前部的影響大概都是花蓮、台東我們的漁船有一個部分了。關於重疊海域這個問題上，我希望我們政府應該表達我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跟做法。快開放這個北中山以南，重啟談判這個北中山以南這個海域。只盼政府要發聲，但我方又表示肯定日菲海事對話。針對大陸不滿跳腳，我方也強調我領土和相關海域主權權利不容中方置喙。如果日本跟菲律賓來談判經濟海域，會給漁民協助嗎？日菲啟動劃界談判背景是日本琉球群島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島和菲律賓呂宋島以北的巴丹群島，距離不足400里。雙方主張200里 EEZ 在法理和空間上產生重疊，而重疊區域位在台灣東方到東南方外海，和台灣依法主張的 EEZ 範圍也有重疊。國際間類似這種經濟水域的重疊，甚至是領海的重疊，時有所聞。通常會用談判的方式，以中線來進行解決，也就類似日本以及菲律賓的暫定執法線的處置方式，或是較為妥宜的。日菲啟動海域劃界，外交肯定，也讓漁民更憂心。TVBS 陳怡翔配合台灣。所以你要怎麼劃到我們台灣的東部來呢？好，大使你怎麼看？對，因為他現在劃的是經濟水域了，經濟水域，專屬經濟區，它是從你的領海基線向外延伸200海里。
200海里的話，事實上的話，它是會跟日本的那個重疊。日本的從這個所謂的宮古島那一帶啊往南畫，它也是可以畫200海里，因為它是領海基線。所以通常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你比如說，你看八重山樂園這邊跟這個巴丹群島，事實上你兩邊啊，你八重山往南畫，那200海里，事實上你可以看出來，我們台灣海峽大概差不多就100海里而已，100海里左右嘛。那你看它200海里，它事實上兩邊400海里的話，它兩邊是有重疊的，所以它就有所謂要畫這個所謂的經濟水域的。可是問題，經濟水域的話，這裡面我們台灣來講的話，比如說啦，我們如果說我們在這個，我們有一個彭佳嶼好了哈，彭佳嶼就比較靠台灣的西部啊，東部，然後我們還有個蘭嶼的話，如果我們跟彭佳嶼跟蘭嶼是我們畫領海的基線的話，事實上從那邊開始畫的話，這樣往外面可以畫200海里，往200海里，那就跟八重山的那邊畫下來的這個經濟水域啊，專屬經濟區，跟巴丹群島上面經濟區，這個都要靠協商。所以日本跟菲律賓去談這個問題，他第一個沒有提到還有第三方台灣台灣。可是你要說日本跟我們都沒有正式談判，所以呢，這個我不曉得台灣為什麼這個政府裡面還有一個這麼親日，這麼還有社會覺得日本對台灣是算得清清楚楚的，你的法律地位你就不是個國家，然後呢，所以他不會跟你談。那所以中國大陸就說，中國大陸的立場很簡單，台灣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領土啊，所以這個地方就牽涉到中國大陸的主權範圍，所以中國大陸說你不要給我亂畫，那其實，在海洋裡面，它的法律基本上是寫在文件上的，可真正到海裡面的時候，是看誰的拳頭大的。對，那你要在這個地方以東的，所以中國大陸立刻就說不承認。另外一個，解放軍還有中國大陸海警團開始東部海域開始巡航，因為其實這裡面就是說經濟水域啊，還有就是說大陸架，它有2個權益。經濟水域基本上一劃了以後啊，這裡面的捕魚權就沒有了。你進去捕魚的話，你就侵犯他的這個主權了。所以他今天一劃，那可能我們台灣的漁船進不去。你看到我们的台灣東部這樣過去，我們的漁民出來這邊就到他的經濟區嘞。他就抓你啊。對啊，就跟我們到我們自己的我們的釣魚台過去，日本就抓，他說這是我領土。對，那我們宜蘭那個蘇澳的漁民說，哇，阿公就在這裡抓魚了，什麼時候變成你日本領土啊？那最後怎麼樣？就靠誰拳頭大。現在老共1年365天，只有幾天不在那邊巡航，不把日本漁船趕走。那就看你誰的力量大了。那中國大陸將來就這邊把台灣島東部的那個水域，它就列入它巡航。對，你去畫嘛，我不承認啊，我直接開來，我不承認啊，誰說這是你的經濟水域？那另外一個就是大陸架大概就是水面以下那個海床上面、海床下面的資源的開發權利。對，那這個部分的話，那你去開發看看。中國大陸就把你那個開發船都給你什麼沒收嘛，所以在海上就是說基本上就看你的什麼拳頭，看你的拳頭了。那我們民進黨有拳頭也不敢用啦，他膝蓋都是軟的啊。見逢日必跪，現在連馮飛也不敢吭氣對，馮飛也不敢吭氣，逢日必跪，所以他就不吭氣啊。他即使要吭氣，他也怎麼樣？微微弱的啊，在那邊啊呢喃幾聲，你看他有出來嗎？他來這個大陸，這是大陸跟他們的，你這個時候你天天講你的主權，你怎麼沒有啦？大陸人家立刻就站出來，誰都不要動，那我的地盤就這麼簡單。那這裡面中國大陸講這句話，他的官員講這個說這個是歷史性的問題啊，那就琉球事實上的話，到2次大戰以後，對琉球地位的法律安排，它是屬於聯合國托管。美國是等於說是被聯合國授權托管，那所以他沒有權利來決定琉球群島的歸屬。那琉球群島的民意是希望復國，日本琉球到現在還希望復國，而且現在復國聲音越來越大。為什麼？因為美軍在這邊很恐怖啊！他又要把琉球拖到那個戰爭裡面往前送了。你知道2次大戰的時候，琉球死了10萬人那是老百姓
還有阿公阿嬤在那個牆，在那個懸崖上，日本兵叫他跳，你就要跳，自殺。然後呢，死了一大堆琉球人。然後呢，後來他們說啊，美軍是什麼惡魔？結果人家美軍一看到那琉球老百姓，給人家就給你一個巧克力。他說哇，原來是美軍是這樣的。日本人只會在後面拿着鞭子抽他們，人家美軍給他一個巧克力。所以呢，琉球人是真的是，我覺得命運啊，真的是很悲慘了。他從來就是一個王朝，就是一個王國，而且過去它是一個重要的，它叫萬國斤糧，它是一個在這個中國東海啊，是一個重要的貿易的一个據點，非常非常富裕，而且呢，這個國家呢是假如在中方嚴厲警告之後，日本與菲律賓仍然要一意孤行，強行進行海上劃界，瓜分中國台灣東部外海的專屬經濟區，我覺得那就叫敬酒不吃吃罰酒。我覺得我們可以在日菲啟動劃界之前，我們強行首先宣布台灣的領海、毗鄰區以及200海里專屬經濟區，還有大陸界劃界的這麼個範圍，我把它事先公布出來，先下手為強。千萬遍的嘴炮不如軍艦打一炮。哎呀，我知道也很多粉絲在視頻底下留言，皇帝不急急太監啊。問題是我們這不是樸素的愛國主義感情嘛？是吧？表達一下。再說了，我們是媒體人，是吧？你不說這個，你說啥去呢？對吧？點個訂閱吧，咱們下集再聊。